8月3号晚上刷手机，一条30秒的竖屏视频弹出来，画面晃得厉害，明显是举着手机随手拍的。镜头前一个穿风衣的男人站在四面台正中央，周围是漫天的风沙投影和缓缓落下的环形铁架。拍视频的人在话外说了句：“我他妈是陪我闺蜜来的，我现在想给她磕一个评论区炸了。”不是那种粉丝控评的整齐划一，而是乱七八糟的，带着错别字和感叹号的真实反应。我也是陪人去的，现在单曲循环第3遍了。本来准备进去玩手机的，结果手机全程没掏出来，追星10年没哭过，今晚在威尼斯人哭成狗，丢人。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这波讨论里几乎看不到粉丝话术。这就是蔡徐坤的 Deadman 澳门站落幕之后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百万想看，不是强实名秒庆，不是生日场20点02分的浪漫彩蛋，这些东西粉丝会尖叫，路人会划走。真正让这件事从又一场演唱会变成一个现象的，是那些跟蔡徐坤毫无利益关系的普通人，在散场之后忍不住打开手机录了一段话型内管，这叫下沉市场口碑。翻译成人话就是，不追星的人看完之后真心觉得好。你得知道这有多稀缺。过去几年内娱演出市场是什么生态，大家心里有数。半开麦是常规操作，电音是行业默契，偶尔有几个全开麦的，粉丝能吹半年。观众早就被训练出了一种防御机制，进场馆之前先降低期待，出来之后发个朋友圈，氛围不错就算给面子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一个流量出身的艺人，让大量非粉丝观众自发地、密集地，带着情绪浓度的给出好评，这件事本身的含金量比任何热搜词条都重。为什么？因为传播者的身份决定了一切。粉丝夸偶像，你说那是滤镜；营销号夸艺人，你说那是通稿。但一个在评论区写我本来觉得追星是热烈浪漫的事，不至于掉眼泪，直到我亲眼看见他站在四面台中间的人，你没法说他是在完成任务。他没有任务，他只是被击中了，然后想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这种不可反驳的真实感，恰恰是粉丝宣传永远给不了的东西。好，那到底是什么击中了他们？我看了不下20条路人视角的片段，拼凑出来的答案其实很朴素，他真唱了，真跳了，而且撑住了。将近2个小时，20多首歌，全开麦，没有预录兜底，没有大段伴唱替他扛高音，从摇滚到抒情，从激烈编舞到安静站桩，气息全程再现。有乐评人专门拆了 Ride or Die 的现场音频，说高强度舞蹈动作下人声输出依然清晰稳定，响亮又松弛，连唱10几首之后还能轻松飙上去，声量比录音室版本还要饱满。我知道有人会说，这不是歌手的基本功吗？是，但基本和做到了之间，隔着整个内娱的尴尬现实。当全开麦本身就能成为新闻的时候，说明底线已经被拉低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观众的反应才会那么强烈，不是因为他做了多么逆天的事，而是因为他把本该如此这件事认认真真的做完了。有个声乐教练在分析视频里说了句话，我印象很深，你们注意听他换气的节奏，不是那种憋着气硬撑的唱法，是真的把气息当成表演的一部分在管理。这是练出来的，不是天赋能解释的。然后说视觉，我不想用震撼、炸裂这类已经被用烂的词，我试着还原一下路人镜头里看到的东西。场馆灯光暗下去，地面开始起沙，不是那种廉价的烟雾，是投影打出来的，带着颗粒感的风沙。然后头顶上一个巨大的环形斗兽场结构慢慢降下来，金属质感，带着锈迹和裂痕，像从某个末日电影里直接搬出来的道具。四面台没有死角，你坐哪个方位都能看见他脸上的伤疤妆和烟熏眼线。他穿一件破旧的长款风衣走出来，不是那种精心做旧的时尚破旧，是真的像从荒野里走了很久的人。有观众说每一帧都是西部片，我觉得这个形容准确，因为整套视觉不是在好看的维度上发力，它是在讲故事。Deadman 不是一首歌，是一个世界观，而那个夜晚的威尼斯人综艺馆被改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入口水雾版情人的片段，后来传疯了。歌词里唱天亮之前下雪，舞台上就真的飘起了雪，不是那种亮片碎屑，是细密的带着水汽的白色颗粒落在他的肩膀和头发上。我反复看了几遍那个片段，底下有条评论写，我本来在等厕所排队，抬头看了一眼大屏幕，然后就没走，站在那儿把整首听完了。这套舞美 reportedly 定制了几个月，但我觉得重点不是工期和预算，而是他服务的是什么。他没有服务于让艺人看起来更帅，他服务于让观众走进一个叙事。这个区别，普通观众也许说不清楚，但他们能感受到。
这就是为什么散场之后大家说的不是他好帅，而是我好像看了部电影。当然，我不想把这篇东西写成一篇无脑吹文。网上确实有另一种声音，这些好评大多来自几十秒的碎片，完整演出的节奏、选曲编排、曲目之间的衔接，是不是真的无可挑剔？有人提出疑问，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任何一场近2小时的演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承认这一点反而让那些好评更可信。如果所有声音都只有一种，那才可疑。但更多普通观众的态度其实很简单，我不管网上之前怎么吵的，我不管他是什么选秀出身，什么流量标签，我今晚坐在这儿，我听见了，我看见了，我被触动了，那就是真的。一位观众的话我记到现在，当舞台表现力足以碾压偏见的时候，数据只是副产品。这话说的挺狠，也挺准。我最后想说的是另一件事，澳门场有个细节，粉丝圈在传，但我觉得它值得被更多人看到。这场巡演没有铺体育场，没有搞那种几万人级别的排面，票价设了梯度，最低档留给了只是想进来听听看的人，没有铺天盖地的应援物料，没有把场馆外面包成主题乐园。它的逻辑好像是你先来，你先听，喜不喜欢你自己决定。在一个演唱会经济越来越像粉丝提款机的时代，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它意味着他没有把非粉丝排除在外，没有默认只有核心受众才配买票进场。他赌的是舞台本身能不能留住人，赌赢了。他在台上说了句话，大意是花了10年走出那个困住我的盒子。10年前，他是选秀节目里被投票投出来的 C 位，是数据、话题、争议的集合体，是一个被流量2个字定义的人。10年后，他站在自己包揽词曲编曲和视觉策划的作品中间，用一场全开麦的唱跳告诉在场所有人，那个盒子的门是我自己推开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什么逆袭叙事，也许不算。也许他只是做了一个歌手该做的事，只不过在当下的环境里，该做的事本身就已经足够稀缺。散场之后，威尼斯人外面8月的澳门又热又潮，那些本来只是陪朋友来的人，三三两两往停车场走，还在讨论刚才哪个段落最上头。没有人举灯牌，没有人喊口号，他们只是普通地、真实地，带着一点意犹未尽的走进了澳门的夏夜里。这大概就是下沉市场口碑最本质的样子，不是数据，不是热搜，不是战报，是散场之后一个不相干的人忍不住跟朋友说了句，下次他再来我还去。